第181章。蒋长阳一个故事讲完，回头看向牡丹，敏感地从牡丹脸上捕捉到了那种欢喜的笑容。蒋长阳红了脸，猛地将脸侧了过去。牡丹还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露出了真面目，锲而不舍地问：这就完了吗？讲完了。蒋公子真会讲故事，比我娘还会讲，路途还长远，再讲一个来听呗。我不太会讲故事，只会这个，其他的就不会了。那傅妈妈讲。好，老奴这就讲一个花妖报恩的故事。一行人不知不觉间到了城里，从启夏门过去，往前走3个方式就是兰陵坊附近。雪娘知道牡丹和蒋长阳还有事情要做，便不要牡丹送，自己领着人回了家。蒋长阳已然恢复了先前的自在，与牡丹一前一后的拥马进了兰陵坊坊门，寻到袁十九家的房子，将门指给牡丹看了。袁十九一定会问你要全部买还是买一部分，若是全部买，他定然会在原定的价钱上降低价钱卖给你。那么若是他低价卖给你，你却要高价买，他肯定会生疑，说不定这生意就做不成了。他这个人啊，脾气古怪，别扭得很，看得顺眼的人少收些钱也无所谓，若是看不顺眼的人，便是要故意刁难他。那我就要装作很挑剔的样子，越惹得他讨厌越好，却又不能夸张到让他彻底讨厌我，甚至不肯和我做生意，毫不留情地把我赶出来那种地步。等他一刁难我，我就傻傻地按照他提的高价把石头都买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只是要你扮恶人，实在是对不起你。可我想来想去，女人挑剔一点很自然，你就算是把握不住分寸，她看你是个女子，也不好意思做得太过分，直接将你赶出来。男人挑剔起来比女人还要严重，这得分人的，哪里能按着男女来分啊？何娘子说的是。蒋长阳看着牡丹、风大娘、雨禾上了袁十九家的台阶，扣响了门环。门被敲响，约有1炷香之后，才有一个瘦巴巴、愁眉苦脸、12、13岁的小厮来应门。一眼看到门外3个女人，不由吃惊地揉了揉眼睛，有些结巴。你们找谁啊？小哥，听说府上有石头要卖，我家娘子想来看看，若是合意便要买了。你们真的来买石头？我家石头？到底有没有啊？有。那小厮赶紧点了点头，也不招呼他们入内，直接就往里面冲，边跑边大声喊：公子，有人来买石头！不多时，骨瘦如柴的袁十九慢慢走了出来。他本就生得黄瘦，今日偏又穿了件黄色的圆领窄袖衫，看起来更是满脸病容。看到众人，多看了牡丹2眼，沉默着不说话。他该不会是还记得那日在宝会上见过我吧？你们要买石头？是，我家娘子建了个园子，急需好石，在市面上寻了很久，总也不合意。听说府上有石头要卖，特意来看看。那想要多少呢？要什么样的品相？想来你这院子也摆不下多少，先看看再说。石头在哪里？我这院子大约是没有贵府上大的，不过买的石头却还是真的比较多，也还不差。贵府？他果然记得我是谁。先看了再说吧。袁十九有些冒火，想了片刻，才耐着性子前面引路。穿过前院，到了后院，牡丹方知他为何如此恼火了。袁十九家的后院别有洞天，比之前的前院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四处怪石林立，有造型独特、纹理细腻、洁白如玉的灵璧石，也有棱角突兀、峰峦叠嶂、玲珑婉转的鹰石假山，更有孔洞繁多、面面玲珑的各色太湖石，
以及空灵剔透、婉约俏丽的昆山石，堆在院中，犹如三山五岳，百动千壑尽在眼前。哇，这么多好石头，也不知道他花了多少精力才收集起来。不到万不得已，应该不会轻易卖的吧。牡丹尽力将自己的震撼之色压下去，抬眼看着隐隐自得的袁十九，不以为然地说：还不错，马马虎虎。果然瞧见袁十九脸上闪过了一丝恼意，眼神也犀利起来。牡丹暗抹了一把冷汗，故意随地捡了块小石子，朝着最大最美的一块灵璧石上，看似粗鲁，实则轻巧地叩击了几下。那块灵璧石发出称从之声，余韵悠长。袁十九看到他粗鲁的动作，心疼得要死，可想到自己反正是要卖了的，便又强忍着将怒气压了下去。他正要和牡丹介绍这块石头的由来以及好处，却见牡丹不屑地将手里的小石头一扔。这不是真的灵璧石吧？这声音听着怎么不对呢？不懂就别装懂，若是假的，你把我的头割下来提着去。真的就真的嘛，你干嘛这么一副死人脸啊？做生意哪能像你这样？第182章。牡丹又装模作样的在院子里转了几个来回，这里敲敲，那里磕磕的，见袁十九额头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你开个价吧，我全要了。想来你也不敢卖假货。5000万钱，要就要，不要拉倒。这老兄还真敢狮子大开口啊，果然是恨透了我。先前蒋长阳和他估算的正常价格大概会在2000万左右，袁十九大概1000万就会出手，现在竟然是翻了这好几番。牡丹倒是无所谓，只是门外那冤大头，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牡丹在那里思索，袁十九也在冷笑着看他的表情，他就等着看着女人接下来到底想怎样。却见牡丹突然换了副笑脸，眼巴巴地望着他。少一点吧，太贵了，会死人的。4000万，拿不出来就走人。哎，谁说我拿不出来了？就这样定了，马上写契书。坐下来写契书的时候，袁十九提着一支笔，迟迟不落笔，只皱着眉头沉思。牡丹紧张得直咽口水，生怕什么地方被他看出了破绽。见矮机上有本看了一半的书，便抓起来在手里扇风，小声地嘟囔：哎呦，热死了！4000万钱的生意，连杯茶都不得喝。袁十九厌烦地瞪了他一眼，一把抢过他手里的书，交给一旁的小厮收好，随即挥笔如风，开始写契书。牡丹见他落下最后一笔，又蘸了朱砂，按了手印，方才松了口气，立刻将自己的手印也按下，将自己那份吹干收好。最迟明日就会送钱过来。袁十九有些发呆，茫然地看着他，就像失恋的人一样落魄。牡丹非常理解袁十九此刻的心情，可他却不敢露出同情的样子来，只叫雨禾和风大娘准备走人。客人喝杯茶再走。忽听一道女声温温柔柔地传来，接着一个脸上有几点白麻子的年轻妇人捧了茶出来，感激地递了一杯茶给牡丹，又担忧地看了袁十九一眼。牡丹见那妇人神情温和，猜她大概是袁十九的妻室，不敢托大，双手接了茶，缩到一旁去喝。袁十九看见那妇人，皱了皱眉头：你出来做什么？回去歇着。那妇人不为所动，拿起袁十九那份契书看了一遍，笑望着牡丹：不知小娘子的园子建在何处？在黄渠边上，叫方圆。那日后我与外子若是想去看看这些石头，不知可否行个方便？
当然可以，不过要收钱。在商言商，原也是应该的。小娘子愿意出这么多钱，将这些石头尽数买了去，原也是个雅人。哼。牡丹觉得有些招架不住，不敢再坐下去，匆匆找了个借口赶紧走人。从袁十九家的大门出来，雨禾捂着嘴就想笑，牡丹扯了他一把：“哎，快走快走！”待走到先前与蒋长阳分别的地方，却找不到人，倒是一个8、9岁的小男孩捏着个胡饼走过来：“这位小娘子可是找人？那位穿棕色袍子的公子，请您再往前行2条街，他在街口处等您。”哦，原来不是我一个人觉得袁十九难招架呀，蒋长阳也防着他呢，嘿嘿，有意思。牡丹回头张望，果然瞧见那小厮杵在门缝里，目送自己这个人傻钱多的冤大头。牡丹便装作没好气儿的瞪了那小厮一眼，回头就走。往前走了整整2条街，还不见蒋长阳和乌三。牡丹正在奇怪，忽然看见乌三从旁边的一条小巷探出头来，飞速往他们身后瞟了好几眼，确认果然没有人跟着，才向他们招手。跟着乌三走了一截路，却见是个挂着张记招牌的小饭馆。蒋长阳正站在门口张望，见他们过来便笑了：“算来也是饭点了，这家的兔肉做得不错，梨烤的也很好，正好坐下来边吃边说话。”说着领了牡丹等人入内。老板看似是与他惯常熟悉的，只笑着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也不曾起身引路，任由他将众人7拐8拐引到后面的一间雅座里。说是雅座，其实也不雅，桌凳统统都是没上漆的，就露着木料的真实面目，不过还算干净。趁着蒋长阳看契书，牡丹小心地观察着他的表情。我把他惹狠了，他要5000万钱，我又与他讲价，讲到4000万钱，他气性可真大。我倒是想知道，你怎么把他气成这个样子的？牡丹压下心头的不安，把经过说了一遍，听着蒋长阳哈哈大笑。你倒是真的抓住他的弱处了。他平生最恨2种人，一种是怀疑他真才实学不懂装懂的人，另一种就是仗着自己有权或者有钱就不把旁人看在眼里的人。第183章。而我就刚好2者都占全了，所以他恨透了我，这价钱也喊得高。不过我想着，我那园子左右都需要这些好石头的，从外地去找，一来费力费时，二来路费损耗也多，所以这钱……有了这钱，他的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和我的几个朋友都会很高兴的，而且这也在我们的预计范围内。本就是请人帮忙，总也不能还给你定个价在那里，是不是？还是原来说定的，这些石头你1000万拿走，剩下的我给。不妥，我已经占了你太多便宜，又害了你多花了这许多钱，心中过意不去，就按2000万吧。你要是实在心里过意不去呢，你就给1500万吧。我曾和你说过的，这些石头一定会低于市价，若是让你出力又出钱，那便是我的不是了。这样还是太……不要再多说了，就这样定了。来日方长，又不是只打这一回交道，以后就不来往了，何必把人情算得那么清呢？牡丹语塞，只好应下。稍请饭菜上齐，蒋长阳便热情地招呼他们吃菜。吃完饭后，店家又送上了一道烤熟的梨来。老实说，牡丹吃不出这烤过的梨有什么稀罕的，但见风大娘与和都在夸着梨烤得好，蒋长阳与乌三也是一副品尝美食的表情，也只好跟着假意夸赞了几句。然而是真不喜欢，咬了2口就放到了一旁，推脱说自己稍后再吃。
蒋长阳看到他咬了2口就放到一旁的梨，也没问他是不是不喜欢吃，只低声吩咐了乌三几句。乌三起身就出去了。牡丹见大家都放下了筷子，便与蒋长阳约定，今天傍晚之前由他把那些钱送到何家，然后起身告辞了。待出了张记，乌三提着个篮子追过来，将篮子往雨禾手里一递：“这是哀家梨，我家公子说谢谢何娘子今日相助。”雨禾打开篮子盖一看，但见4、5个个头很大的梨水灵灵地躺在里面。干娘，果然是哀家梨，拿回家大家一起分着吃。第2天顺利交付了钱以后，大郎雇了许多骡车，又组织了一批身强力壮的家丁伙计，将石头用稻草帘子包好，一批批地抬出了袁家。袁石九始终没有露面。自从石头运到方圆，又由福源和尚指点着一一安置妥当之后，日子忽忽悠悠又过去了10多天。期间雨禾去刘家附近赌了一回正花将，果然不出他所料，自从牡丹离去之后，戚夫人不要说如同之前那样精心栽培牡丹，就是听到牡丹这个词都是烦的，连带着正花将的日子都不好过。他一听雨禾开出的条件，立刻就应了下来。不过2天的功夫，正花将就辞了工，拖家携口的悄悄去了方圆，成了牡丹的左右手。牡丹正是在嫁接忙得不亦乐乎的关键时刻，对他的到来很是高兴，却只让他做一些简单的技术活以及看顾花木，关键地方并不泄露给他知道。但就算是这样，正花将也给他帮了不少的忙，让他得以轻松许多。这一日终于告了个段落，牡丹寻思着已是将近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中秋将至，得回去帮着准备过节才是，便将雨禾留在园中看护花木，自己收拾了东西回城。岑夫人见到牡丹回来很是高兴，忙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见他手变得粗糙了，心疼得跟什么似的，有心叫他不要再去做那些事了，但见他雄心勃勃地和自己描述将来美好场景的样子，终究只是叹了口气，没有把话说出来，只吩咐薛氏让厨房做好吃的给牡丹补补身子，又赶着牡丹去沐浴换衣。牡丹洗了出来，坐在廊下晾发，但见甩甩在一旁发呆，全然没有往日的喧嚣，便轻轻弹了他的嘴壳一下。小东西，好多天没见，想我了不？甩甩很拽地踱了几步，装作没看见，倏儿过来笑道：“他大抵是生气，您这次去的时间太长，这几日都不肯说话。”牡丹抓了几颗南瓜子过来喂他，让他在自己手心里啄食，也不管他理不理自己，就轻言细语地和他说话。甩甩瓜子是要吃的，理是不理他的。一人一鸟僵持了许久，甩甩方轻轻喊了一声：“好的。”小东西，大不了下次我带你一起去。干娘，你来，李家表舅母来了。他来做什么？不知道，说一定要见你。牡丹进得正房，但见崔夫人高坐在岑夫人身边，雍容华贵，香气逼人，端的是盛装出行的样子。崔夫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牡丹感觉此行必然不会有好事。第184章。见牡丹进来，崔夫人唇角含着一丝笑，看似亲切，实则挑剔地看着牡丹，伸手去将牡丹拉到自己身边，挨着自己坐下，摩挲着牡丹的手。哎呦，人是越来越好看了，可这手是做什么呢？一双嫩生生的手就成了这个样子。哎，这女人家顶顶重要的就是这一双手。你说你不在家享福，
成日里骑着马到处乱走，风吹日晒的，有什么好处啊？还叫家里人总为你担忧，知道的说你好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爹娘哥嫂待你不好呢。岑夫人一听这话，本来就不怎么好看的脸色越发难看起来，只忍住了低头去看手里的越州瓷茶杯，不叫自己发作起来。牡丹对崔夫人这种明明不喜欢却又故作亲热的行为极其不舒服，她不露痕迹地从崔夫人手里挣脱开，递了一杯茶塞到崔夫人手里。多谢舅母关心，你也说了，那是人家不知道。这世上不知道实情，却偏偏要到处乱说乱传话的人多了去了。难道被说的人都要找他们一一分说吗？那多浪费精神呢。过日子，外人不过是一张嘴，具体情况只有自家人知晓。自己喜欢，自己过得好就是了，管他外人怎么说呢。哼，这人和人哪能轻易就断绝得开的？过日子也不是关起门来就万事大吉的，要旁人真不关注，真不知晓，怕是只有死人才能做得到。表嫂，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就算是作为长辈想要教训我们丹娘，也不该死啊活的，也该忌讳些才好。哎呀，是我不好，心里想着事儿，说到哪里去都不知晓了。表妹莫要怪我，丹娘莫要怪罪我。外甥女儿不敢。我是来向你们报喜的。我们行知啊，下个月初6就要和清河吴氏的19娘定亲了。先恭喜了，19娘很好，和表哥正是良配。我听罗山说，前些日子你表哥又去了庄子上。是，表哥说是替宁王办差，去选我庄子附近的一个人，那人不在，便过来歇歇脚。可没多少时候便找到了人，说了正事就走了。可是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没有。这事儿我也听丹娘说过，难道表嫂不知吗？又不是什么大事，我哪管得了那么多？不过机缘凑巧，刚好一问罢了。丹娘，我接下来要问你的事情事关紧要，你一定要和我说实话。丹娘，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表舅母如此生气？快说出来。若你是对的，自然没人能欺负了你去；若你是错了，看我不打死你！娘，您放心，我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表舅母，你有话只管问，我坦坦荡荡，自是没有什么不能据实以告的。我问你，你是怎么着惹上宁王殿下的？你知不知道这让我们有多为难？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懂事守礼的好孩子，谁知道你也一样的糊涂，一样的不省心。表舅母，您说清楚一点，我怎么招惹上宁王了？给你们惹了什么麻烦？我糊涂不省心在什么地方？您得和我说清楚，不然我不明白也是不肯认的。你自己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还来问我？我问你，你是不是见过宁王了？你是不是接了孟如人送的手串？只是远远见了一面，孟如人送东西我没想要来着，但实在是推不掉也避不开。其实是因为……既是真的，那还说什么？如今人家来问我要人，说你已是允了，我不答应都不行。先前我还不相信，现在听来倒是真的，这也怪不得我了。牡丹自然而然地回想起当日的诡异情形，不由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来。他只觉得一颗心咚咚乱跳，似要从胸中冲出来一般，脸色苍白地看着崔夫人，喉头发紧。问你要人？要谁啊？我远了什么？什么是真的？舅母您说话不要这样半句半句的，一口气和我说个明白好吗？你既然做下那些事，就该明白，自然是要你这个人了，要抬你进府去伺候宁王。纵然当时孟如人和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是觉得没脸，可也架不住你已经把事情都办妥了。好了，
别的我也不多问了，就是来确认一下，把话给人传到。果然是真的，我便立马去回话，挑个好日子抬进去就是了。第185章。我没有。不过你要明白，宁王妃刚薨没多久，你的情况也在这里，怕是位分上有些艰难，也不可能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的。不过呢，你想来事先也早有准备，又有旁人没有的长处，进去以后恭顺温柔本分一些，再加上我们帮衬着，未必就不能出头。你光彩了，你们家里也会跟着沾光，就是将来你几个侄儿也能有个好前途，这也算是难得的机会。其实你还是想得挺周到的，对你来说这条出路不错。牡丹听得暴跳如雷，怒火一阵一阵地往上拱，她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耻辱感，她愤怒极了。啊！真是气死我了！我真的快忍不住了，再不大吼几声，实在是要憋死我了！牡丹猛地将手里的瓷杯狠狠地丢在地上，砸了个粉碎。哼，凭什么？舅母好生可笑！什么叫我做下那些事早有准备？宁王府要抬我进府去伺候宁王？你是来替你家家主做媒的，还是来教训我的？你若是来做媒，便该事先问过我家肯不肯，肯了再3媒6聘，该有的礼节一样不少的来。若是以长辈的身份来教训我，说我做了不该做不守礼的事情，就该听我分辨清楚再下定论。你一来就给我扣个大帽子，唯恐那些污水不能往我身上泼，便可劲儿地帮着人泼，倒叫人怀疑你居心何在了。你说的什么话？我泼你脏水，我居心何在？你自己做错了事情，叫你表舅和我都丢了脸，还不许我说你2句。表舅母先别忙着发脾气，我还有话要问你呢。你前面说的什么？你不答应都不行。是说我的婚事吧？我自有高堂兄长替我做主，也能自己做主。再不济，还有我何家的人替我做主，可不敢劳表舅母来替我的终身大事做主。你既然不肯听我说实话，那也别来问我，我当不起你这样的好心。丢脸的人不是我，而是那些心怀叵测偏偏还要装模作样的人。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性情，岑夫人最清楚。牡丹绝对不是那种为了富贵权势心动，不顾廉耻去主动勾引男人的人。岑夫人抚着胸口，按捺下滔天的怒气，呵斥了牡丹一声：没规矩！你就是再不满意再委屈，也不该对着你表舅母又砸东西又吼又叫的，这成什么体统？表嫂，这不是发脾气说风凉话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要细细道来才是。一张口就叫他去宁王府做什么无名无分的姬妾，一会儿说他做错了事给你们丢了脸，一会儿又说他其实想得挺周到的。他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想说什么？不要说他一个10多岁的小孩子，就是我也不懂你的意思。这中间定然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误会。表嫂，你说了想说的话，也听我们丹娘把话说清楚，再下定论也不迟。崔夫人却是早就预料到牡丹和何家人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她先发制人，一来就主动攻击谴责牡丹，不然只怕她一开口就被赶出去了。崔夫人刚才是被牡丹一语戳破了实情，她心中又恨牡丹，才会忘了形。此刻却是又冷静了下来，一边观察着牡丹因为愤怒而发白的脸色，一边道：哎，我就知道好人难做，不管你们信不信，我都是不想管这事儿的，我也为难得很。想不管吧，孟如人都替宁王把话传到我那里了，又说丹娘收了东西已是允了，我要硬拦着或是不管，
人家要说我不识抬举，极度眼红，坏人好事。你表哥又是在人家手下吃饭的，若是管了，又有人要说我和你表哥为了讨好宁王，把自家外甥女儿送去给人做姬妾，一样都是没脸没皮。我是又气又急，却又没法子。可谁叫我是孩子的舅妈呢？谁叫咱们两家这么亲近呢？再大的委屈我也得承受着。可不，我这不就是来找骂的吗？挨骂是小事，可如今我是也脱不开身了。要怪也只能怪丹娘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招惹人家，接人家的东西？不是我不向着自家人，要知道虽无许婚之书，但接受了聘才议事，这赖婚的名头可不好听，宁王府也不好惹。我也是替你们着急，可退一万步想，这事儿对丹娘也不是坏事，反而好处不少。宁王年轻，又是有名的美男子，更何况身份尊贵，前途不可限量，这世间少有人及。丹娘原也不算委屈，更何况将来谁又说得清他是不是金尊玉贵的命？到那时，你们家都会跟着沾光享福的。牡丹是越听越心凉。崔夫人不愧是混迹商场官场多年，如鱼得水的官夫人，原来巧舌如簧，睁着眼说瞎话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可是一味的和崔夫人吵，不过是浪费精神。牡丹闭了闭眼，再睁开眼，眼里已经是一片清明，情绪却已经控制下来了。第186章，牡丹的声音虽然还在发颤，但还是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描述完，对着崔夫人总结道：表舅母，不管你信不信，从始至终我就没招惹过谁，和谁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娘，你信我吗？其实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我主要就是说给你听的。我信你，我教出来的女儿我最清楚。你别怕，该是怎么着就怎么着，没人能欺负得了你。我可不知道，路边偶遇被强压着戴上了一串木珠子，原来就是做了聘才用的。这样说来，不只是我有份，就是雪娘也有份。进宁王府当没名分的姬妾，多么高贵多么好的事儿啊，可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那我可得赶紧去黄将军家里报喜去。你等着啊，我这就找了雪娘一起去谢宁王对我二人轻言有加。丹娘，你要做什么去？丹娘，你胡闹什么？这又关黄将军家什么事啊？怎么不关他家的事？他家的女儿都被人一串廉价的木珠子就莫名其妙的给定了，还不关他家的事吗？你放心，表舅母，我这次一定不会给你和表舅丢脸，给你们惹麻烦。不管皇家怎么办，我都会顶着一块牌子去游街，上面写着我何为方与宁王府长史李元，没有任何亲戚关系，我所有的死活行为都是我自愿的，没人逼我，别怪李元。然后一头撞死在宁王府前，给全京城人一个交代，给你们留个清明，我也算是对得起你们了。薛氏在外听到屋里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把事情的经过都听了个七七八八。听得牡丹说了要顶着牌子游街，又觉得孩子气，又觉得心惊。见牡丹一只脚跨出了房门，便将手里的针线箩筐往地上一扔，大步冲上前，一把抱住牡丹的腰。大娘，你糊涂了，你这是要急死爹娘吗？你哥哥们还在，谁敢逼死你？我和你哥哥还有你侄儿们和他拼命。牡丹看着薛氏脸上毫不作为的焦急和气愤，大滴大滴的眼泪一下子落了出来。岑夫人也追了出来，拉住牡丹之后，一边替牡丹擦泪，一边冷冷地看着崔夫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污水往自家外甥女身上泼，一门心思想着帮着外人来算计外甥女。我们家可攀不起你这么周到的亲戚，
你请吧，我就不留客了。至于我家丹娘是不是真的收了聘才要赖婚，会惹上什么大麻烦，你也不必替我们担心，只管按着丹娘的话去回你家主子去，要杀要剐请便。崔夫人的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的。何家已经如愿以偿地翻脸了，他来之前就已经抱定了，就算是达不成这目的，也不会再和这家人有牵扯的。跟何家彻底翻了脸，李姓不死心也得死心。我看他是不是还能隔三差五地跑去找牡丹，拖着不和吴家定亲。丹娘，你别吓唬我，敢做要敢当，也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如今这事儿可说不清楚谁是谁非，你不是非得要人家找出人证来吧？到那时只怕是面子里子都丢光了。你们要好生想想该怎么办再回话，别到时候后悔都没地儿去后悔。我先走了。听见动静跑出来看发生什么事的甄氏一看这样，忙大步奔进房里去，抱了崔夫人带来的几件礼品追了出去，在崔夫人要上轿子之前狠狠砸在她脚边，踩了几脚就开骂。孙氏等人也追了出来，虽然没跟着甄氏一起大骂，却是在一旁帮腔，惹得好多人围着看热闹打听情况。甄氏按照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的乱说一气，听得众人直啧舌。崔夫人被围观，又听了许多难听话，不由得又羞又气又恼，便沉了脸，只叫自家下人赶紧抬了轿子走。见家里一个下人还顾着弯腰去捡拾被甄氏砸出来的礼物，气得要死。别捡了，就当喂了狗。是条狗养它几年还知道报恩呢，是个人帮了多年的忙，却因为一件小事情就翻脸不认人，简直是狗都不如。话音未落，牡丹已经高高举着一个写满了字的床头小屏风奔了出来。我的一生是小事，难不成我不肯去给人做个无名无分的姬妾，就是不识抬举，翻脸不认人，狗都不如了吗？好，你家帮了我大忙，我欠着情，如今我拿这条命来赔给你家。白氏紧随其后追出来，拉住牡丹，苦心劝道：丹娘，你别这样冲动，这样玉石俱焚又有什么好处呢？多大的事儿啊，值得你这样闹吗？与其他几个妯娌不同，他是不赞同牡丹采用这样决绝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现在只是崔夫人出面，谁知道这是不是李家父子的意思？毕竟从前李家给了何家许多帮助的，不能做得太绝了的。第187章，崔夫人凝眸一瞧，牡丹高举着的那架紫檀木床头小屏风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几十个字：我何为芳与宁王府长史李元无亲戚关系，我所有的行为都是自愿的，无人逼我，不愿李元。崔夫人一看到那宁王府长史李元7个大字，不由得冷汗直冒。这怎么还把李元的官职都写出来了？他从前怎么就不知道牡丹是这么个难缠的主呢？崔夫人混迹官场，始终如鱼得水，惯常能屈能伸。他当下就叫人放低轿子，一步跨出，朝着牡丹小跑着奔过去，一边去夺牡丹手里的小屏风，试图将那几个要命的字给遮掩了去，一边舔着脸道：丹娘，有话好好说，你这样实在是太冲动了。就算是舅母不会说话处事，得罪了你，你也不能这样狠心的置你表舅于死地吧？你说你一个女儿家，真的举着这屏风游街，一头碰死在宁王府前，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对你父母家人又有什么好处？哼，我娘说了，我的意思就是她的意思，头可断，名声不能丢。我不怕丢脸，也不怕死，待我死了，以后人家就会知道我们何家的女儿不是任人拿捏好欺负的，也是有气节要脸面的。给人做妾，
先拿我的命去！你等着，我死了，还有人会替我索命的。崔夫人被牡丹推得一个趔趄，靠着白氏相扶才算是站稳了。眼看着牡丹已经下了台阶奔前头去了，她赶紧去推白氏。二郎媳妇，快点拉住丹娘，这样会出大事的，谁也讨不得好。白氏果然帮着她去拉牡丹。吴姨娘和杨姨娘也在院子里劝岑夫人。哎呀，事情啊还有转圜的余地，丹娘这样做会不会太偏激了？真闹出去啊，她家固然得不了好，可也不好收场啊，对丹娘更是没什么好处啊。哎呦，夫人您倒是发句话叫丹娘回来呀。难不成就叫丹娘这样不明不白的去给人做个丫头都不如的没名分的姬妾？我是养不起她，还是想攀皇亲国戚想疯了？我家世世代代虽然都是行商，却没有给人做小的。你们这是要劝我让女儿给人做小去，要我咽下这口气？除非她把话说清楚，把事情给我解决好。崔夫人闻言，知道岑夫人与牡丹果然是母女一条心，便牢牢搂住牡丹的腰，死皮赖脸地拉着牡丹不放，一边将牡丹往何家的大门里拉，一边叫随行的家仆去驱赶周围看热闹的人。孩子不懂事胡闹，大家别当真啊。丹娘，你是要我这条老命啊？是表舅母要我这条小命才对，我还你，你还不满意吗？崔夫人见他犟着脖子油盐不进的样子，深感头疼，还说是个娇娇女，原来就是和何大郎等人一样生了个牛脾气。他厚着脸皮对着一旁冷脸看着自己的岑夫人打感情牌。你我相识几十年，我纵有万般的不是，你表哥也还有真心待你好的时候。还有满娘，一直都当你是亲姐妹，你也用不着一言不合就这样赶尽杀绝吧。好，我不赶尽杀绝，那你也别赶尽杀绝才是。我晓得你到底想干嘛，你放心，这事儿一了，咱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若是了不掉，我是管不着这孩子的。他气性大，他几个哥哥的气性也大，谁知道又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到那时，就真的是覆水难收了。我倒是想劝表嫂一句，表哥有今天不容易，你可别一个冲动就给他毁了。好好，我这就去回绝了，你们等我好消息。我是个急性子，我们一家人都是急性子。表嫂做事情向来周密，想来也会有始有终的。不是小事，总得让我好好想想该怎么办才好。娘，你也别总催表舅母，我晓得这事儿不容易，总得给他些时间才是。咱们要是实在急，去宁王府找表舅想法子就是了。你们放心，宁王殿下不是强取豪夺的人，你们不肯，他还不屑呢。慢着！崔夫人停住脚，回头去看岑夫人。岑夫人上前2步，贴在她耳畔轻声道：没本事看好儿子就怪别人，你可真是有出息。可以了，你走吧。崔夫人气得猛地打了一个哆嗦，怎么走出何家的大门都不知道。好在出门之时还想得起留个人在外守着，观察何家的动静，一旦看到不对劲儿，就立刻回去禀告。岑夫人说了那句话，觉得长期以来一直闷在心中的那口恶气终于出去了。她看着儿媳妇们，努力让自己显得镇定自若。派人去把你们爹叫回来，全都散了吧。丹娘跟我来。牡丹见崔夫人走远了，才将怀里死死抱着的紫檀木床头小屏风一下子塞到了一旁满脸是泪的林妈妈怀里。林妈妈别哭了，替我拿拿这屏风，可真是沉。你也知道沉，不会另外找个合适的，这传了几代的。
这不是当时没有合适的吗？岑夫人直叹气，这架紫檀花鸟床头屏风是她的心爱之物，陪了她几十年，今日总算是死在牡丹手里了，不过也算是死得其所。第188章，岑夫人示意甄氏把那架小屏风拿去收拾，带了牡丹入内，心疼地给她揉着2只手。先歇歇，等你爹和哥哥们回来，立刻就商量出办法来，不会叫你一个人顶着。等不及了，表舅母表面上倒是答应了会去回绝，可咱们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怎么想的，会不会在背地里又做什么咱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必须先做好准备，赶紧先做个牌子，轻巧一点，醒目一点。实在不行，我还真只有走这条路。第二件事，我马上要去皇家，不能让他们去抢了先手。牌子我这就叫人去做，你去皇家一趟也好，只是不知他们家肯不肯出面呢。毕竟这事儿并没有波及到他家，帮了你就会得罪宁王。你死马当做活马医，实在不行再说。我去也不会牵扯上雪娘，就是请他家帮我关键时刻做个证，想来他家也不会拒绝。可不管怎样，总得先确定他家的态度。唉，娘陪你一道去皇家吧。请大嫂陪我去吧，娘留在家中等着爹回来。要是商量好了，稍后去接我也是一样。夫人，张五郎来了，说是听说有人在咱们家门口闹事，过来看看可有帮得上忙的地方。快把人请进中堂奉茶。张五郎穿了件花哨的团花袍子，袖子高高挽着，露出2条粗壮的手臂。看见牡丹与岑夫人进来，他立刻起身斯文地行了礼，抬眼去看牡丹。但见牡丹脸上脂粉未施，一双眼睛还红着，虽然在笑，却笑得比哭还难看，叫人看了就心疼。岑夫人虽然还是平时那不动声色的样子，眉目间却是凝重得很。张五郎不等岑夫人开腔，直接进入正题。适才小侄听兄弟们说，有人打上门来欺负丹娘妹妹，便赶紧过来看看怎么回事，以示让人去知会了四郎。不知伯母可有什么事要吩咐小侄去做的？好侄儿，你可有心了，你来的正如及时雨。事情的经过来不及和你说，此刻丹娘要去宣正坊拜会她的一位朋友，没人护送，我生恐她会吃亏，正好请你送她一回。请伯母放心，小侄定然护得丹娘平安。岑夫人也不多言，将薛氏叫来，又问张五郎带了几个人过来，依数备了马，目送牡丹出门。而此时离家最近的四郎也得了消息赶回来，听岑夫人3言2语说了经过，把眼一瞪，转身就往外走。岑夫人道：你要去哪里啊？带我去打杀了李兴志，除了他这个祸根子就好了，我再砸了他的铺子，也叫他老娘难过一回。胡说，你又去扯他做什么？他惹出来的事，不找他找谁？四郎一侧头，大步奔了出去。岑夫人高喊一声：拦住他！四郎脚下如飞，蒲扇似的大手将上前来阻拦自己的家丁2把拨开，转眼就消失在了门口。白氏上前扶住岑夫人：娘您放心，四郎不是不长脑子的人，他不过是说气话罢了。行事向来有分寸，这事儿想来行之是不知道的，让他知道也好。您要不放心，媳妇儿这就跟了去看着，不叫四郎闹出事来就好。那还不快去！白氏忙招呼了四郎媳妇李氏，妯娌2人带了几个孔武有力的家丁，骑着马去追四郎。有道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却说牡丹才一出门，就发现围在外面还没有散去的左邻右舍，看他的目光就不同了。
有几个好搬弄口舌的直接撞上来与薛氏和他打招呼，一脸的八卦表情，幸而都被张五郎黑着脸策马直撞过去。如此2、3次，才没有人再敢滋扰。出了何家所在的街，这才算是清静了。一行人出了宣平坊，准备往黄家所在的布政坊而去。张五郎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明显满怀心事的牡丹，有心打听事实真相，却又不好意思开口，踌躇良久，才问薛氏：“敢问大嫂，到底怎么回事？”有人想将我们家丹娘送进王府去做那没名分的姬妾，丹娘不愿，这才闹起来。呸！还有没有王法？丹娘你放心啊，谁要真敢这样，我定然饶不了他。你说，现在要我去做什么？谢谢张五哥，您能送我们去布政坊，就已经是帮了大忙了。其他暂时真没什么。哎，那不是何娘子吗？这是要往哪里去啊？却是乌三跟着几个满脸胡须、腰间挎着刀的汉子，立在皇城安顺门前的街边，满脸惊讶地朝着牡丹看过来。牡丹忙朝着乌三勉强笑了一笑：“乌总管好，我有要事在身，就不下马了。你忙着，我赶时间。”您忙您忙。待牡丹走远，乌三回头同那几个人说：“你们在这里等公子，我去就来。”第189章。牡丹是第一次来黄家，以往来过的雨禾又不在，少不得要问着去。张五郎一看见黄家向着大街开的门和门口列着的10把门戟，知道是3品官员的府邸，便死活不跟牡丹等人入内，只肯带了人在外面守着。牡丹不勉强他，只好与薛氏一同入内。才走了没几步远，傅妈妈就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瞧见牡丹的样子，便被吓了一跳，却很有眼色的没有多问，只是道：“何娘子是稀客，上次夫人要请您过来吃饭，哪知您在庄子上，听说您忙得很，就没有去打扰，还说等过了这段时间，要好生请您过来玩玩呢。”辜负夫人的好意了，只是我这段日子真的是很忙。雪娘啊，听说您来了，高兴得不得了，要跑去将她新做的秋衣穿来给您瞧瞧呢，只怕是要过一会儿才能出来。没关系，我现下是有急事要先去求见夫人的，也不知夫人可在家，可有空闲。今日夫人那边有访客，奴婢没在身前伺候，也不知道客人走了没有，您稍微等等，带奴婢去看看。好，烦请您禀明夫人，实际上是和上次雪娘冲撞了宁王府孟如人的车驾那事儿有点关系，我必须要见上夫人一面。您等着，奴婢这就去瞧。傅妈妈的脸色果然就不一样了，叫个丫鬟过来，将牡丹和薛氏领到了窦夫人惯常见客的侧厅去奉茶，低头行了个礼，快步往后头去了。窦夫人却是闲着的，正在拨弄几颗菊花，听傅妈妈说了，便皱起眉头。他没具体说是什么事儿吗？没说，不过看起来应该是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他平日里为人也挺有分寸的，那次还真的多亏了他，挺仗义的。你也不必替他说好话，既是已经上了门，又是雪娘的好友，不见他怎么都说不过去，总得听他把话说完再做定论。先将雪娘看好，别让她出来坏事。窦夫人收拾妥当了，悄悄到了侧厅外，但见牡丹与薛氏在客位上正襟危坐，二人的面色果然都不是很好看，但还算平静。略一思索，便提步往里，扬声笑道：“丹娘，早请你不来，说是忙得很，我也不敢让雪娘去打扰你，害得那丫头成日里总说我拘着她。可巧的，你今日总算是来了。”牡丹与窦夫人见面的次数不多，也不相熟，只是来求人，总免不了有些忐忑和拘束。
先向窦夫人介绍自己的大嫂薛氏，行过礼，分宾主落座，本想单刀直入，偏窦夫人又要寒暄，少不得只好陪着。窦夫人见牡丹眼里有急色，言谈举止却还淡定从容，便更有了几分欣赏，这才将话题引到正事上。听傅妈妈说你有事和我说，还和上次雪娘冲撞了宁王府孟如人车驾的事情有关。那日孟如人硬塞给我和雪娘一人一串这样的珠子，不知夫人可否知晓此事？我知道这事儿，怎么了？莫非这珠子内里有古怪？这珠子没古怪，倒是人有古怪。我这是来求夫人救命的，还望夫人伸出援手。仔细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宁王府孟如人派人上门来说，我收的这串珠子便是聘财，要把我抬去宁王府，不然就要治罪。我虽然身份低微，却也不是那等眼里只瞄着富贵的，更不愿意被人这样强了去，让人因此把我当成那下贱无廉耻的女子。我有些一死，以证清白，可又不想死得不清不楚。我思来想去，唯有求雪娘替我做个旁证，只需实事求是，证明我与孟如人从不曾提过婚配之事。这珠子也是她自己说了做见面礼，硬让身边的妈妈塞给我二人的。我知道这会儿让夫人为难，可实在是没法子。说是夫人此番能伸出援助之手，丹娘感激不尽。窦夫人伸手接过那檀香木珠子，细细看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神情来。上门去传话的是谁？是我表舅母崔氏。我知道了，既是你替我家雪娘出头才惹来的麻烦，我断然没有旁观的道理。你先回去，一有消息我就派人去找你。牡丹得了窦夫人这句模糊的承诺，虽然还有些不安，却也知道只能到这里了。牡丹只要窦夫人关键时刻站在她这一边，在中间推波助澜，转还一下就行了。送走牡丹，窦夫人沉思片刻，让人去将雪娘那串珠子取出来，命人备了轿子，准备去寻李满娘。第190章。却说牡丹与薛氏才出了皇家的大门，就见张五郎和乌三站在街对面的墙角下，一边说话一边不时地往这里张望。见着了他二人，张五郎立时扔了乌三，焦急地飞奔过来。牡丹看到他脸上的焦急，突然由衷地生出一股亲切感来，便也做了轻松的样子。怎样？说是不会旁观，让我回去等消息。嗨，我就说嘛，这天底下还是有公理在的。啊，走，我送你们回家。何娘子无需担忧，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就和毛毛雨似的，用不了多大功夫啊，他就自然停了。借乌总管吉言，但愿果真如此。一定会的。何娘子是好人，有志气，老天爷断然不会让您受这样的委屈的。小人还有要事在身，先行一步了。张五郎很敏感地感觉到了牡丹对他的态度与从前有些不同，高兴地抓了抓头，笑道：大娘，这人是做什么的呀？刚才与我吹了几句，挺有见识的，脾气也挺对。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只知道他大概是大户人家得力的总管。听他说早年曾经走南闯北，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虽然从给袁十九买石头那事之后，牡丹又与蒋长阳见过几次面，彼此之间算得上是更加熟悉了一些，说话也随便了许多，却始终不曾提过彼此的私事。所以乌三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实在是不知情。说他是蒋长阳的常随下人吧，很多时候两个人相处呢，态度模式又有些不像。说不是呢，他又是一口一个小人，该有的礼节一点不少，对蒋长阳也是绝对的服从，很古怪却又很自然的一对主仆。
张五郎得到这样一个含含糊糊的答复，很有些不满。我看他挺关心你的，还以为是你家的至交好友呢。张五哥，我真是不知道，虽然有过几次来往，但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只晓得叫乌三。他从前一定是从过军。花开两头，话分两支。却说四郎憋着一口气，直奔李姓在东市的铺子，连寻了2家都不在，愈发气闷地奔了出去。不理身后大喊大叫的白氏和李氏，径直打马去了西市。才闯进李姓最大的那家绸缎铺子，气势汹汹地在大堂里一站，抓住一个小伙计问道：我问你，你们公子爷呢？我们公子爷不在。那小伙计是才来的，见四郎一脸凶相，便十分警惕。四郎便猛地将他一推，目光从货架上一一扫过，正想着从哪里下手开砸，他还没来得及动手，苍山就含笑迎了上来。哎呀，何四表公子，您今日怎有空闲过来？是来寻我们公子的吗？他在后面净室里，带小人替您通传一下。不用了，我自去会他。何四郎轻车熟路地走到净室前，一脚踢开门，左右一张望，看着里面临窗烹茶看书的李姓，冷笑了一声：哼，你过得挺悠闲自在的嘛。李姓的这个铺子很大，乃是正常铺子的6间大小，后院也就更宽敞，种植的花花草草树木很不少。此时正值秋高气爽，但见院子里树木婆娑，绿色映入帘中，阶下黄菊可爱，远处桂香沁鼻。此时李姓右手拿着书，左手捧着茶，看上去实在是悠闲自在极了，与何家的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一相比，越发的叫人心里不平衡。李姓见四郎一双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唇角还带着冷笑，仿佛自己是他的仇人一般，不由吃了一惊，忙起身笑道：四哥，你……话音未落，四郎已然旋风似的跨上前来，恶狠狠地一手抓住了他的衣领，另一只手握成拳朝着他脸上挥去。李姓本想躲开，想了想却不躲不避，任由四郎动作。四郎的拳头已然挨进了他的脸颊，却又硬生生地收了回来，一脚将不远处的红泥小炉给踢翻了。你为何不躲？四哥从来待我极好，不是亲骨肉，却胜似亲骨肉。既然伸手打我，必然是有打我的理由在。挨你这一拳算不得什么。四郎听李姓这么一说，气得使劲儿捶了自己胸脯2拳。他刚才冲出家门的时候，就是想好好暴打李姓一顿，再砸了他的铺子，叫崔夫人好生痛上一回。可如今见着了人，他却下不了手。